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潘石屹。久未露面的潘石屹啊，最近啊又成为了舆论的焦点，是因为他在4月6号、4月16号啊，分别写了2篇文章在自己的公众号里啊。小潘大家都知道，前几年突然从中国仓皇逃到了美国。关于他为什么逃到美国呢？坊间有几种猜测。第一种呢，是说小潘呢跟任志强是铁哥们儿。任志强呢，那前几年不是没忍住吗？击鼓骂曹啊，说习近平啊是没穿衣服的小丑。言下之意啊，就说习近平是那皇帝的新装，那个预言中间的那个国王，自己没穿衣服，还在大街上招摇过市，所有的观众大家都给他鼓掌，只有一个小孩在那说：“你看他没穿衣服。”结果大家都笑起来了啊！他那篇文章写完之后，那雷霆震怒啊，就把任志强直接就给抓起来了，判了有期徒刑18年。现在任志强就在那个监狱里头呼火柴盒呢嘛。那任志强跟潘石屹关系特别好，那这个哥俩有没有密谋啊？那任志强有没有受到这个潘石屹的价值观的影响啊？咱就不知道了啊。有人说，那任志强出事之后，潘石屹也慌了，就先跑到美国去了啊。这是一种猜测。第二种猜测呢，是说这个潘石屹啊，勾结境外敌对势力，勾结谁呢？勾结美国大使馆的啊。大家都知道啊，那前些年那美国驻华大使啊，那个叫骆家辉，这骆家辉当时到北京的时候啊，正值北京的雾霾比较严重，那当时中国的环保部门呐、气象部门呐，公布中国的 PM2.5都比较低，大家都不信呐。我们当时在北京的时候都说了嘛。那时候，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拿出一张毛主席像，或者是那个，拿出一张人民币100块钱，你都看不见呐，你都看不见毛主席啊！你看那雾霾有多严重啊！结果呢，美国驻华大使馆呢，当时呢，就在自己的大使馆内部搞了一个 PM2.5的检测仪，他们自己还天天公布。那一公布呢，跟北京市公布的、跟中国公布的就不一样啊！所以大家都去看驻华大使馆的每天公布的数据啊。搞得中国政府非常尴尬。那个时候，潘石屹呢，就每天跟这个美国驻华大使馆一唱一和，也在中国倡导说这 PM2.5啊，它比较严重，还跟这个骆家辉啊关系比较密切，对吧？勾结境外敌对势力嘛，是吧？这是第二种猜测。第三种猜测呢，就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这潘石屹的儿子潘瑞在网上污蔑烈士啊，结果呢就被刑事通缉了。那他老爹呢，他也害怕了啊，他跑到美国去了啊。第四种呢，就是说潘石屹这个人呢，在中国挣了很多钱，然后呢，妄图把资产都全部转移到美国去，想从中国跑掉。那你想想，中国人民哺育了你，给你创造了房地产市场，你赚了大钱，然后呢，你一声不吭，想把这钱都卖给黑石。21年的时候，黑石不是要收购搜狐中国吗？每股作价5港币啊，卖给黑石。结果呢，有关部门对他进行反垄断调查。当时之所以对他反垄断调查，很多人就认为，像潘石屹这种中国市场赚来的钱，而且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中间标志性的企业、标志性的人物，你把资产都清空了，跑到美国去，那会形成一种样板效应。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市场不行了吗？中国经济不行了吗？所以不能让潘石屹跑了。不管怎么样，潘石屹还是跑了。几年前跑到美国去啊，估计也不敢回中国了。我看他这几年在美国啊，就看看球啊，跟他夫人张欣2个人打高尔夫啊，然后呢投资一点美国的那种小规模的房地产企业啊，等等，就这些啊。按说呢，潘石屹啊就这样在美国啊，跟我一样是吧？也就是流亡在美国过自己的日子，挺不错的啊。但是最近呢，潘石屹呢，他就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开始写文章了。4月6号，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我命由己也由天》。这篇文章一发出来之后，很多人都说：“哎，怎么回事啊？潘石屹开始写文章了啊！”我呢，那几天也把他这文章拿来读了一下啊。我读的时候，我感觉这潘石屹是信佛了，因为这篇文章中间讲的那种因果报应啊，很像佛家的那个哲学。你就比如说，他说小的时候受了很多苦啊，他受的这些苦啊，都是后来他获得的财富。一个人不能把赚钱都归因为自己，你要认为都自己挣来的钱，你的心就会比较硬。于是他就讲什么呢？他就讲啊，人呢有的时候啊，该尽力的时候尽力，该放手的时候就得放手，该尽力的时候要埋头赶路。
时不时呢你要抬头看天，这个天不仅仅是命运呐，说实在就是一种存在，讲的挺神乎其神的。所以有的人就分析啊，潘石屹可能真的认命了，因为当年他要卖给黑石啊，在售后中国的时候啊，黑石是作价5港币去买他那个售后中国啊。那现在呢，当时没做成嘛，没做成，现在那个售后中国的股价已经跌到多少了呢？已经跌到0.45港币了，那缩水95%啊！你想想，几百亿美元灰飞烟灭啊！所以你看到了，人家是该放手就放手了，看透了啊。那么紧随其后啊，就是4月16号的时候，潘石屹又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我的反思》。这我的反思啊，那这一出来之后呢，那大家又在看这篇文章啊，看这文章说，这潘石屹说是我的反思，反思来反思去，没反思他自己呀，他反思的是中国房地产行业，而且说了，中国房地产行业某些企业的某些做法就是庞氏骗局，啥意思啊？而且这时机啊也挺蹊跷的。什么时机？大家都知道，4月13号啊，这许家印在深圳受审，开庭受审。许家印开庭受审的时候，这检察机构给许家印一共起诉了8项罪名啊，什么非法吸收存款、非法放贷、什么的隐瞒消息啊等等，虚增利润啊等等，一共8项啊。那么起诉许家印呢，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许家印也挺了不起的啊。许家印在当庭表示认罪，当庭表示认罪啊。一般来说，在中国啊，其实都是共产党那些高级官员被审判的时候啊，才有的一种特有的特权。你比如说孙政才，我严重违纪违法，受到法律的庄严审判，我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我心服口服，我真诚的认罪悔罪，我真诚的服从法院的判决。孙政才被判无期徒刑，是不是？人家在当庭一审的时候就表示认罪伏法，不上诉，然后愧对党，对自己的教育啊痛哭流涕啊，这都是高级干部，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自己人才有的这个资格。许家印一个民营企业家，竟然当庭认罪啊，给人感觉就谈好了。这是一个啊，我当时啊这个庭审信息。第二个，大家可以看到了吗？许家印的庭审是没有任何画面信息的，包括央视的报道只有口播。网上流传了一个许家印啊视频的那个照片，都是假的 PS 的啊，那也不寻常啊。按道理来讲，许家印你庭审怎么还不搞2个画面呢？也没有。第三个，就许家印这个事情啊，确确实实暴露出来啊，整个恒大基本就是个骗局，骗到什么程度？最后他负债啊，负了2.39万亿啊。所以我当时看的人，许家印是个人物啊。2.39万亿什么意思？富可敌国呀！我说这个富啊，不是财富的富，是负债的负啊。因为这个2.39万亿相当于贵州省1年的 GDP。你想想，许家印一家企业的负债相当于贵州省1年的 GDP。更何况你想想，那08年啊，那么亚洲金融危机，那温家宝总理不是宣布要搞4万亿的这个刺激计划吗？这4万亿的刺激计划，它可不是一把搞出去的，它是动态的，每年往出放，一共加起来是4万亿啊。整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刺激计划才4万亿，你瞧瞧人家许家印，人家一个企业负债就搞到2.39万亿，厉害不厉害？确实是厉害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就在这个时机，这潘石屹写的这篇文章就让人不免产生联想了。潘石屹说的是不是许家印呢？而且潘石屹这篇《我的反思》这篇文章里头啊，他就讲到了，他说中国的这些企业不是庞氏骗局吗？他怎么讲这是庞氏骗局呢？他回顾了中国的房地产企业发展的历程。过去30年的时候啊，中国房地产没有市场嘛，刚刚开始从福利分房改成这个市场化卖商品房啊。他说一开始卖不出去房子啊，后来就学香港，学香港啊，先学2项。第一个呢，就是给这老百姓贷款按揭嘛，按揭这个词从香港来的啊。第二个呢，就房地产市场搞预售，这2个呢都是从香港来的。他说后来这个市场中间就慢慢的变味了，给这个贷款呢，这个首付的比例越来越低，最后低到零首付。那零首付它的风险就高了嘛。他说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过程中间啊，从企业端到这个消费端，
他们都是从银行进行融资的，那你这个杠杆就越来越高啊。那么最后就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它这个企业在这个过程中间，实际上拼命追求的是一个资金的周转率，这资金的周转率越高，搞了一个土地银行嘛，搞了个土地的钱，当地政府呢又通过卖土地来自己搞这个土地财政，双方一拍即合，大家都希望这个房价涨。那么房价不断的上涨的预期，最后传递给消费者，就形成了从消费者到政府到房地产市场，甚至包括到银行啊，整个这4个方面，通通都对房价的上涨预期啊，拼命的推高房价。但是最后，这中间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整个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他还讲了一个例子啊，他就讲，他说04年、05年的时候，他参加一个房地产的论坛，这房地产的论坛呢，他就讲到土地银行这件事情啊，某一个房地产企业，他没点名，有人猜测说他说这个企业就是这个许家印的，当然也有人说，当时04年、05年啊，许家印还没有这么大派头，说有时候是融创的宋斌。不管怎么说吧，他当时就讲土地银行的这个风险比较高。然后呢，这个论坛结束之后，对方的房地产老板就把他叫过来了，说你不要公开谈论我们企业的模式，你谈小产权房，你不要谈我们，训斥潘石屹啊。后来据说潘石屹还讲了，那个人还通过别人给他递话好几次，告诉你不要谈我们企业。他说就是这家企业后来租了北京的银河SOHO来卖房，那卖房呢就是5万块钱，你交5万块钱定金，你就有了一个楼花了啊。然后这5万块钱那些人买完之后出来就开始吵了。他当时到那现场去看了，看完之后他出来，他就跟他自己的手下人说，他说这就是庞氏骗局。其实不管啊，说这家企业到底是不是许家印啊，总而言之，就当时的这种状况，你说概括为中国的房地产企业是不是庞氏骗局？我觉得其实潘石屹的这个说法是没问题的，确实已经变成了庞氏骗局。那我们就拿许家印来做一个对照啊，许家印这次啊被审理啊，他这2.39万亿的资产中间啊，当然有一部分几千亿啊是合同欠款啊，把合同欠款剥离之后，还有1.78万亿啊，就是他自己的实际的欠款。这个欠款中间加上他自己的净资产，那最后呢，他大概有6000多亿人民币的资不抵债的窟窿，6000多亿啊，什么概念？你想想，中国过去20-30年的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啊，这个土地的价格在上涨，房地产的价格在上涨，在一个景气周期这一个行业中间搞了20-30年，最后把自己搞得资不抵债，那你说许家印是不是人才啊？那许家印他实际上啊，大家都知道，就是这次潘石屹说他之后啊，他有一段视频不就火了吗？我们没有钱买地，是从银行贷款500万，付了土地定金。首期我们没有钱开工建设，是靠施工企业代资达到了预售条件。我们为了公司的起步发展，以每平方米2800元的推本价开盘，开盘当天2个小时抢购一空，实现销售额8000多万元，获得了公司起步发展非常宝贵的第一桶金。他当时啊，在回顾自己创业史的时候啊，他反复讲他自己的例子，但自己这个例子讲完之后，你会发现啊，就整个许家印的创业史啊，过程中间他自己是几乎没有自己的钱的，买地的钱是从银行融资过来的，开发楼盘的钱是建筑商给他垫资的，然后最后卖房子的时候呢，消费者把钱就直接给了他，预售嘛，所以整个这个过程中间，他自己是空手套白狼。那么空手套白狼啊，在这个过程中间，那我看了这个最近网上有恒大的一个这个供应商周先华，我3.6个亿给我抵2个亿的房子，结果半年以后它全都是白条。为什么？因为这个房子没有上网，没有交易，没有政府的合法的手续，没有网签，全部作废。你说我们可不可怜？这周先华呢，
这过去啊跟恒大做防水啊工程啊，那么他呢就被恒大给骗了很多钱，他自己后来成了一个网红啊，天天在网上控诉许家印啊。据他自己讲，他说这个恒大许家印呢是个人才，怎么是个人才呢？他说这个人的营销能力特别强。老许啊，就是个营销的高手，他就让你没有办法拒绝。我就告诉你，他能够营造一种什么样的氛围呢？我跟你们说啊，老许啊，他跟你一个会一开啊，帽子一喝，你也就陷入了他的迷魂阵。他就讲，他当时在07年、08年的时候，恒大因为冲击港股上市未果，自己资金链就出了问题，就是把这些他自己的中间商都叫过来啊。然后让他们给出钱，他当时给恒大垫资了2600万还是2700万，那都是许家印忽悠他们的。他怎么忽悠他们呢？他就讲了，我给你打比方说，卓宝公司找的老周，你买我10个亿的股份行不行？我老周就说，徐总，我很想买原始股，但是我没钱。他就给你把酒一喝，8加1一喝，大家开会，8加1喝，这样，我的投资公司借给你10个亿。我借钱给你来买我恒大的股票行不行？我借钱给你投资行不行？把那一般的人怎么经得住这样的诱惑呢？你看，又是原始股，那他又借钱10个亿给你经得住这个诱惑吗？你买了我们原始股，咱都是一家人嘛，然后我们这些生意都给你做。他说你看到了吗？天才是吧？这个钱从恒大财富进入到你的账上，一转又回到了恒大的账上。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借给这些人钱，但是通过这种方式，他把那些承建商都绑到了他整个恒大的这个战车里，然后呢，所有的这些恒大的这些中间商啊，给他建房子的，给他做防水的，做完之后呢，他扣一半的这个钱，扣这一半的钱干什么呢？让他买恒大的股票。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整个恒大的经营过程中间，它是全部都是用负债的方式来运行的。那么负债的方式运行，他就讲到，他说当年他做恒大足球的时候啊，他还投了1000万吗？我们都买了恒大足球的股票了的，你知不知道？我买了多少股啊？我卓宝公司买了多少股恒大的足球的股票？买了1000万，买了1000万的恒大的足球的股票。那我就问你们啊，恒大买足球的股票不是我主动买的，是被动买的。谁愿意买嘛？被动买。他怎么让你买呢？他就说你出1000万，意思就是说你的材料款我给你少付1000万，你这1000万你作为恒大足球的股份。那么光有这个大家还不同意啊，他又给一条，每一场足球比赛，凡是你投广告了的供应商，我给你在足球场上面做你的广告。所以这个周老板当时也是他心情一激动就跟投1000万啊。他说后来实际上他有机会退出的，他为啥没退出呢？他说马云最后就投了12个亿啊，给这个恒大足球啊，拿了恒大足球一半的股权呢。今天绝不是个冲动的决定，是个很理性的、很认真思考的所以这是我觉得这就是整个经过，也太奇怪了。我觉得这么大一件事情，我们在15分钟内电话里谈定，那我们就投12个亿，占50%。他说好。就这么简单，我也不知道是贵了还是便宜了，反正我觉得是便宜了，真便宜了，真便宜。结果马云这12个亿最后全打了水漂啊！但是你看，那马云当时那也是中国的大老板嘛，都被这个许家印给忽悠了。那许家印为什么要搞这种所谓的把这钱都搞进来呢？说白了，他其实就是用这种极高杠杆来提高房地产的周转率。你想啊，房子尽快的预售出去，然后呢，拼命的拿地，谁拿的地越多，储存的地越多，谁就将来有这个市场嘛。这个周老板说，所有恒大的房子在全国它只有一个模式，设计费都省了。为什么省设计费呢？它就是为了增加它的房地产的周转率。因为在一个景气市场中间，你的周转率越高，你这个赚的钱率越多。但是你没钱怎么办呢？那就提高杠杆率找银行借钱。银行借不到钱，他跑到东北把人银行收购了，收购完银行把钱都贷给他。那这个也是有限的那没有更多的钱怎么办呢？他自己搞了一个恒大的金融，搞 P2P 他自己企业内部的所有的员工、高管，包括他请来的经济学家任泽平，是不是？钱投去买恒大这个金融中间的产品，
也包括恒大自己的楼盘中间的业主买他的产品，利息高达20%几啊！那你想想，拿这个20%几的利息去开发楼盘，得多高的收益率才能满足这样的资金的正向滚动啊？那这种方式还是不行的情况下，他就找这个中间商，又发行股票，然后通过其他的方式再把钱都给搞过来。那么就是等等这种方式啊，他就通过这种金融的方式，把整个恒大房地产开发的过程中间就变成了一个金融游戏。这就是潘石屹讲的，就是盖房子的过程中，房子已经越来不重要了。买房子的人是希望房价上涨，或者认为房价上涨才买房子，而卖房子的人实际上也不是在建房子。那你想，恒大最后烂尾的都几十万套房子啊，他实际上在这里头玩的就是一个金融游戏啊。那么最后这个游戏进行不去怎么办呢？就开始拆东墙补西墙。这次庭审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了，最后法院认定19年和20年恒大虚增自己的收入加起来是5600亿。他当时是用一种预估的方式，说我19年我当时我能够卖出去多少房子，一下子虚增2000多亿，20年虚增出去了3000多亿，加起来5600亿啊。虚增利润呢是920亿人民币啊。他为什么虚增？他在资本市场上吹泡啊，然后他自己发行自己的公司债，发行了200多亿啊。他如果不吹这些泡，你想想，他是200多亿的公司债，他能发行出去吗？他发行不出去啊。那么最终他把这些所有的钱揽上来之后，他最后没有办法维系了，于是他把这些东西钱啊去还自己的那些债啊，那就变成了庞氏骗局嘛。所以潘石屹分析的这个庞氏骗局，应该说在许家印的恒大地产这个项目中间，那应该说是非常准确的。所以潘石屹就讲了，他说你看看了吗？就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狂飙，最终就整个这个市场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模样。那么为什么潘石屹的这篇文章啊发出来之后啊被删了呢？有人说潘石屹啊是投石问路，有关部门要审这许家印，他呢就开始出来写一篇文章，你看我的这个反思啊跟你们都一样，所以咱们是一伙的嘛。有人说他想回国，但是呢也有人说啊，不管你潘石屹现在写什么，你都不合时宜。有关部门没有看出来许家印当时啊是庞氏骗局，你很早就看出来了，那你啥意思啊？那你不是认为你潘石屹比那个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人还要英明吗？是不是？就你能耐，你看出来这个人没穿衣服，然后你还在那笑，是不是？那这其实也是欺君之罪呀。所以潘石屹的这篇文章出来之后，1天的时间就给咔嚓掉了。事实上潘石屹啊，其实21年那次啊，他如果要是把他的SOHO中国卖给黑石的话，那真的是成功的逃顶。当时啊，黑石是把SOHO中国啊作价的是30亿美元。其实20年的时候，这黑石啊就想买他的SOHO中国了。SOHO中国的那个模式啊，跟这个许家印不太一样啊。他一个是主要做的是商业地产，另外一个呢，他最后后期的时候他也不卖了，他全部是自己持有物业，然后就出租。实际上潘石屹很早的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这房地产危局，他就讲了，他说你看银行的这个贷款利率啊，那基准利率是4.6%，你实际能贷到的时候都5.5%了。但是呢，你房地产的租售比是多少呢？只有2%啊，那你这生意怎么做啊？所以你看这个SOHO中国的财务报表也可以看出来，从2012年啊，这个SOHO中国的那个财务报表非常好，它一年的收入是161亿，但是到了2018年已经跌到了17.21亿。那么实际上他就知道不太对了，他就想跑嘛，所以他就想把他整个SOHO中国卖给这个黑石。黑石呢，当时呢2020年的时候作价40亿美金想买这个SOHO中国，当时没谈成。到2021年的时候减了10亿美金，是30亿美金想买SOHO中国。潘石屹夫妇只保留9%的股份，把整个公司都卖给黑石。结果有关部门这个时候就出手了，说要进行反垄断调查，这笔交易没搞成啊，真的是救了黑石啊。大家可以查一下SOHO中国现在的股价，这股价现在已经跌到了0.45港元，
在香港也成了仙股。那么也就是SOHO中国现在的经营面临极大的困境，什么困境呢？就是它的这个企业啊，现在出租实际上租金呢，首先这个房子不好出租啊，现在国内的很多商业地产啊租不出去，其次租金也下跌，导致它的企业现在一直在亏损，已经没有能力进行分红了。但是潘石屹的这个SOHO中国啊，跟许家印的这个恒大地产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就在于潘石屹的损失仅仅是企业自己的损失，而许家印的损失呢，不是自己的损失，它变成了一个整个社会的损失。你想想啊，在许家印整个这些负债中间，主要分为3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银行的几千亿，银行的整个这几千亿啊，现在估计也都打水漂了，都变成了银行的坏账了。第二就是所有给恒大做各种各样的供应商的，那就多了去了。那么恒大地产这个现在破产清资以后啊，那浙江那边啊，江苏那边很多企业都跟着破产了。对于小企业来说，可能一下子就万劫不复了。这是一部分。第3部分就是还有给恒大投资的恒大金融的，恒大金融总负债加起来也上千亿啊。这些人小股东、小的投资者，20万以下的现在都清偿了，但是20万以上的很多这些人都没拿回来钱呢，那也会造成社会动荡啊。更为关键的是，这恒大不是造成了几十万套、上百万套的烂尾楼吗？那么很多人把房子，人家付房款、买房款都给了你这个恒大地产，结果恒大地产拿这个钱去买地去了，拆东墙补西墙去了，房子没盖出来。对很多人来讲啊，买房款是毕其一生的积蓄，甚至还在银行贷了款。最后这件事情就是政府出来擦屁股。现在政府为了解决恒大地产的这几十万上百万套的烂尾楼，已经拨款3000亿来保交楼了。那这不就是一个整个社会都在买单的这么一个结果吗？那么这个社会买单的结果，最终实际上确确实实就是一个庞氏骗局。所以啊，潘石屹的这个我的反思，其实反思的不是他自己，是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那么在最后我来讲啊，实际上潘石屹他第一篇文章里头讲了，我命由己也，也由天啊。实际上暗含这么一个意思，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中间，它不仅仅取决于你自己的努力。你就拿许家印来讲啊，许家印他从他自己的狂飙突进，到最后成为了一个阶下囚啊，他整个这个庞氏骗局被戳破啊。我个人认为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过去的20几年的时间里，基本都是上涨的，但是到了18年、19年，这个上涨的势头就戛然而止。这戛然而止呢，就是因为那30条规定等等啊，整个房地产上涨的逻辑呢就被打破了。过去大家可能也认为啊，这个游戏不可能永久，但谁也没想到自己会接最后一棒。但是呢，就是整个房地产市场的这样一种游戏规则，注定在某一天会戳破泡沫的。而许家印呢，没有风险意识嘛，或者说他长期的加高杠杆嘛，使他自己成为了这个整个这个政策的牺牲品。过去你说他有没有什么虚增利润呢？有没有啊？有啊。过去因为房价上涨啊，一次一次把它救回来了。但是呢，当最后这个游戏结束的时候啊，他呢就成为了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庞氏骗局中间的代表人物。这第一点。第二点，那为什么许家印的庞氏骗局啊，它可以搞很多年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跟政治的结盟。大家都知道，那许家印当时不是把自己的总部从广州迁到了深圳吗？为什么迁到深圳呢？那实际上就是他想投靠那个马兴瑞啊。马兴瑞当深圳市市委书记的时候，他觉得马兴瑞是政治新星啊。政治新星之后，那投靠对了，他就把自己的总部迁到了深圳的南山区啊。那么正是因为他跟政治的结盟，使得本来应该拥有的一些风险审查机制，实际上就失效了。那马兴瑞不是多少次去这个恒大地产去视察吗？当然现在坊间也传言许家印没少给他送钱啊。那这次起诉书里头啊，看到了许家印单位行贿罪行贿了2个亿，都给谁了？那2个亿呢，肯定不会是送给一般的人，那中间商还给他送钱呢，对不对？肯定全是政府这些高官嘛。至于给马兴瑞多少钱，咱就不知道了啊。但是政府收了这个许家印的钱，你想想，
原本应该有的一些风险审核机制就失效了。按道理来讲，预售款你必须用于这个盖房子的钱，你不能挪作他用啊。但是为什么许家印他可以把购买房子的业主的钱交给他之后，他拿着钱去买其他的地呢？那不就是政府的风险审核机制完全失效了吗？为什么他去收购银行之后，然后把银行的资金全部带给他自己的企业？那不也就是风险的这个审核机制失效了吗？为什么他搞 P2P 是吧？搞20%几的年化资金的理财产品，没有人去审核它呢？那不也就是政府在这个过程中间的失察失责吗？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在这个过程中间的最大风险，实际上就是政治风险。潘石屹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讲了嘛，就通过这个事情看到，就是政府对这个房价，人们购房不满情绪，这个实际上是呢作为一个大事情去了关注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是我们继续做住宅开发，我们一定会陷到这个矛盾的焦点里面去。而作为一个商人啊，作为一个企业家，最大的风险是来自于政治的风险。你经济的风险，我亏多少赚多少，我还可以算一下的，可以预测一下的。你一旦陷入这个政治的风险，你呢是逃脱不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其实天在中国到底是什么？既指的是你一个行业本身内在发展的规律，另外一个讲的就是中国啊，实际上深不可测的政治游戏规则。所谓许家印，其实就跌到了这个天的这个游戏规则之下。当然，潘石屹呢，虽然说啊从中国跑出去了啊，但是呢，实际上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讲啊，他现在也是脱了好几层皮呀。所以他说我命由己也由天，说白了也是对过去几十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概括，也是对他也包括这房地产界中间的风云人物啊自身命运的一个感慨吧。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大家不要走开啊！这是一个见到在看守所见到许家印的人，别跑啊！这你关在哪个地方？就一看到深圳，就是深圳是第一看守所啊！梅林啊！他那我跟你我是先在跟许家印的那个看守所，但我不是跟他一个舱室。后来呢，我又被调到了南看去了，好吧？我跟他不是一个舱，但是我们能看到他，有时候都要出来就是走嘛。你怎么知道他是许家印的呢？他一来，整个看守所都轰动了呀！我操，那什么时候的事？就25年，我是25年5月份进去的，在9月份、10月份的样子。就是去年9月份、10月份见到他的。啊，他一进去，一进去，所有的人都认出他是他呀。不是，人家的管教都知道，都，他怎么说呢？他下面，我跟他下面的人关在一起，关在一个地方，那8个月。我跟他下面的那个，他们有一个叫恒大财富的，就是一个 APP， 专门好像是融资贷款的那个。然后他，我跟他下面等一下，你跟那个融资贷款讲老许的故事，讲歌舞团的。讲歌舞团什么？你跟大家讲一讲。你别把我的好搞混了啊！就是很好玩嘛，就那么点事儿嘛。当时看到许家印是个什么状态？就穿着囚服啊，穿着囚服，跟我们没啥关系，反正就是人看起来都差不多一个样嘛，穿上那个囚服差不多一个样，只是他那个头发上面没有了，没头发了。这他头发不是蛮上吗？这里就是像秃了一样吗？对。头发白了没有？白有白。
看上去他这个有是胖了还是瘦了？是跟那个手机里面的那个视频里面看的就是瘦了点。